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来分享一些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最新消息。上周我的视频分享过，加拿大最大的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把他们的房地产预测下调了1倍。他们预测加拿大房地产价格会下跌大约 7% 左右，而且呢，在2023年底，房产市场呢一直都会保持低迷状态。现在呢，又有一家银行预测房产价格会下跌。这家银行呢，就是加拿大国家银行。他们上周通知投资者说，他们已经为近期房价下跌做好了准备。根据11月之前的数据他们修正了未来经济前景的预估。尽管之前部分的经济数据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仍然有一些不太乐观的指标，导致了他们下调了本来的预期。加拿大国家银行预计，在任何情况下，甚至是非常乐观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都会下跌。今年的疫情给加拿大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打击，未来一切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加拿大每星期都会涌出大量的新数据，由于这些数据呢来自不同的机构，所以经常是相互矛盾的，连经济学家自己看了都晕头转向，更别说咱们普通老百姓了。再加上现在很多的机构都在做预测加拿大房价的事儿，最重视房产市场预测的机构恐怕就是银行了。因为银行是放贷机构，他们肯定希望降低借贷风险。像房产中介、建筑公司一类的机构往往因为自身的利益很难做到客观中立。那现在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加拿大国家银行最近对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做的预测吧。加拿大国家银行首先做了一个一般预测。所谓的一般预测，我的理解就是假设经济的情况不太好，但也不太坏。在这个一般预测中他们假设经济仍会继续复苏，而且不会出现停滞，采购的疫苗效果呢也还不错，政府又能有效地推动疫苗接种工作，政府的财政措施呢也能起到一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呢，加拿大的 GDP 将上涨 3%， 失业率会控制在 8.9% 左右。在这个一般预测中他们预测未来12个月的房价将下跌 5.2%。加拿大国家银行还分别做了乐观预测和悲观预测。在乐观的情况下， GDP 将增长 3.7%， 失业率呢也稳定在 8.4%， 虽然明显高于去年，但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情况下，加拿大的房产价格呢照样会下跌，但是呢跌幅不会太大。他们预测未来12个月房价将下跌 1.5% 左右。在悲观的情况下，他们认为 GDP 会下降 0.4%， 失业率呢也会上升到去年的2倍，也就是 10.4%。 加拿大的房地产价格呢也会在未来12个月下跌近 10%。 以上就是加拿大国家银行最新的房价预测。这个预测呢和加拿大皇家银行、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的预测相差不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再来说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最近发生的3个热点事件。第一个热点事件呢，就是加拿大汇丰银行推出了 0.99% 的全国最低利率。这一利率呢，从今年的12月4号生效，截止到2021年的1月31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利率是浮动利率。如果加拿大央行提高基准利率，这个利率呢也会做相应调整。而且这个优惠利率呢，只适用于低首付高比例贷款，首付的比例呢必须低于 20%。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还需要购买贷款保险。另外，这个贷款期限不能超过25年，购买的房屋呢必须用于自住。第二个热点事件呢，就是加拿大政府计划明年春季放宽首次购房激励计划。首次购房激励计划是联邦政府为了帮助首次买房的人推出的项目，内容就是首次买房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者是合法工作的非居民，加拿大住房和贷款公司呢将向他们提供 5% 到 10% 的无息借款。通常呢，二手房是 5% 的无息借款，新房呢是 10% 的无息借款。这个计划之前的条件呢是借款的总额不能超过年收入的4倍，家庭年收入呢不能超过12万。现在这个计划呢会进行3项修改。第一项是在借款的总额方面，由家庭年收入的4倍改成了 4.5倍。第二呢是家庭年收入的限制方面，由12万提高到了15万。第三呢是房产的总价方面，将最高价格呢从50万5千改到了72万2千。但是这个最高价格的修改将会只适用于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第三个房产市场的热点事件呢，就是多伦多为了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计划在2022年起对空置房屋进行征收空置税。12月10日他们会进行投票，
投票通过的话，房主就必须每年进行报备。多伦多呢，目前的控制率是1%。如果这些业主选择缴纳空置税，而不是把房子出租出去的话，每年会增加6600万加元的税收。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经济、房产、生活方面的信息，欢迎订阅和观看。谢谢大家，再见。